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张先生40岁，来自江苏个体，有请张先生。曹女士39岁，来自江苏个体，有请曹女士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结婚13年了吧？对。对的，娃都有俩了吧？对的。2000斤是吧？对。多幸福啊！今儿来干嘛呀？这么幸福的？主要是我和我婆婆吧之间发生点不愉快。我跟我老公讲，然后我老公他不站在我这方面，不站在我这边的，他都是向着他妈妈说：“哎呦，他们老人啊都是这个样子的，你不要跟他们见识，怎么啊？不帮我说话。”哦，你们经常为婆婆的事儿争吵，是这意思？还有对小孩子的事情。哦，那说说吧，为什么事儿争吵过？自从我生了女孩子之后吧，她的思想啊就发生了变化啊。对我呢也不像刚开始就是嫁进他家的时候，对我原来态度蛮好的，他们家对我都不错。自从我生了我女儿之后，对我的态度也不好了。刚生我家老大的时候吧，他刚开始陪我去医院的时候挺开心的，等到我生产那一刻，然后就是生出来，一看是个女孩子，他就不开心了，然后脸就直接是不看了，然后就坐到一边去了。然后我公公问他说生的什么呀？我婆婆就说女孩子，就很不开心。我公公也不开心。然后小孩子吧，不是我问你，你先生开心吗？他还行吧。你开心吗？当时我开心。闺女出生的时候你在吗？在。对我老公也在。你看多好啊！然后坐月子期间嘛，带小孩子嘛，也都是我带夜里面，他也不帮我带啊。我刚生完小孩子，身体比较虚嘛，每天夜里面小孩子要喝奶啊什么的，我都要起来。我老公呢，然后当时在家几天，因为要做生意嘛，我就叫他去了。然后当时我妈妈还没有过来，所以说呢，我婆婆呢，她就帮我做饭。我说叫她就是晚上的时候陪我一起，然后带小孩。然后她说她不行，跟我睡在一起，她睡不着。我说那你睡不着，关键是小孩子半夜里要喝奶啊，老是哭啊，我身体也不行啊，腰也疼啊，什么胳膊也疼啊，什么的，抱小孩也抱不动。他不管，他不睬我，他就这样子的态度。当时我真的很寒心啊，我特别的让人不舒服，心里面。最后实在是，坚持不住了，然后就喊我妈妈过来照顾我，就这样子的。后来孩子是你们自己带大的吗？老大嘛是几个月吧，给我婆婆带的。生老二是我带到差不多上小学的时候放回家，他们带的。你看人家还是带了嘛，真是。他也有优点的，又不是说他不好，就是说。他主要是为钱。是我婆婆，她每次总是给我们要钱。那你慢慢把这事儿说一说，好不好？现在小孩子都在上小学嘛，每个学期呢，我们都把学费一分不差的全部让来给他们，包括生活费啊也给够了但是呢，每次打电话里面他还是会给我们要，每次回家的时候他也是的。说哎呦这个钱怎么原来不够花了呀，怎么想给他少啊，怎么不是你每次要是说平时吵得少的话就算了，他就说跟他吵架吵多了，我父母亲他就是说好像把钱就是说给我们分的比较近一点了，是吧？当面吵吗？吵啊。吵过的。为啥吵啊？有时候为带小孩，有时候然后就是卫生方面的。还有钱的事情。真当面吵啊？当面吵过的。先生刚才说了一句话，基本点明了道理了，是因为媳妇儿跟自己父母的关系不那么好，所以父母当然要把钱算得精一些，是吧？钱你给吗？我一般给啊。要就给是吧？要多少给多少。那给不就得了吗？是给的，关键是我婆婆总觉得不够啊，她就觉得哎呦，她在家带小孩子辛苦。不容易但是我给他讲了，因为我们在外面做生意也不容易啊，对吧？要是能带的情况下，我们就自己带了，所以这肯定也不会麻烦他了。为什么不自己带呢？哪有那么忙呢生意？因为我们自己做生意没这个时间，有时候忙起来没法带的，带不好。老二是我们自己带的。有一次，然后我做生意很忙的情况下，我老公也没在店里，我家小孩子那时候2岁多吧，和几个小朋友，然后就跑到外面去玩了。他们2个小朋友很小嘛，不认识路，最后都走丢了。差不多我忙完吧，然后我一看小孩子到现在也不回来，哎呦我急死了，我赶紧到处去找，我给我老公打电话，赶紧叫他回来。我们俩到处去找，找到天黑吧也没找到。最后碰到一个好心人，他说原来看到2个小孩子在马路边哭，人家原来就是
有个别的好心人报警，最后警察把我们小孩带到警察局。哎呦，那你特别的后怕。把生意放起来，你带娃不就完了吗？把生意交给他做嘛。一个人也忙不过来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不能说闲着，也要一起挣钱，因为他父母嘛也不上班嘛，2个人都在家里，他们年纪呢就是说还好吧，也不算太大，也能帮我带带。我们小孩子吧现在都上小学了，帮他们做做饭呀什么的。洗衣服，那就给老人点钱呗，带着很辛苦，就是说较什么劲呢？每次呢，我们回家也都给的，但是呢，他总感觉不够，总感觉我们在外面能挣钱，总感觉我们有钱，所以说呢，他老是给我们要钱。经常为钱吵吗？每年回家基本上我们平时不回家吧，都是过年回家，基本上都是为钱吵啊。然后我父母亲那边呢说，你多拿一点钱。我做保姆的话，一年多少钱？2个小孩。然后我老婆她就说，哎呦，我们外面买房子啊，什么都有负担啊，是不是啊？每次我给他妈，然后就为这些事情不开心，我老公呢不帮我，每次都是向着他妈，帮他妈说话，不帮我讲话。有时候为这些事情吧，也会发生一点小争执。那你们现在2个孩子等于都交给爷爷奶奶管了，是吧？对的。那你们一个月到底给爷爷奶奶多少钱呢？就是说，不是说每个月给的，就是说我们是1学期一般给1万块钱嘛，给他们。俩孩子给1万块钱，还管吃管住。不是平时那个吃吧，有时候我们买的都寄回去，还有衣服嘛，都是我们买好的。我婆婆你这账算的太精了。因为，因为他手里也有钱的，又不是没有啊，他为什么每次都给我们要钱呢？对吧？我的天哪，你怎么是这个？他有钱是他的，他帮你带孩子。不管是情分还是本分，您是不是都应该给人钱呀？应该是应该给的，但是我也没少给啊。你又说人家看不上闺女，你俩闺女不都人家带的吗？那你们逢年过节给老人钱吗？逢年过节也给的。给吗？给一点点，给的不多。给的也不是太多，但是他们也不缺钱，主要是他们也不缺钱，他们还一直给我们要钱。行，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们要玩命问你们要钱啊？这个我不太清楚，为啥呀？直到现在我还问我。我问问你们是春节回家对吧？对，一般春节回家的时候，这个处得好吗？一般就是说总会有点疙瘩的，总会不是像以往那样。哦，等于现在春节回家会吵架，是这意思吗？对对对。为啥吵啊？就比如说我婆婆，然后她那个人嘛，就是说不太讲究吧，不爱卫生。有一次吧，就说我回去，看到她，然后用那个脸盆洗脸，然后过了一会儿。他又用那个盆洗菜，我看到了，我就给我老公讲，我说这样子，然后就是说洗脸的盆怎么好洗菜呢？这怎么吃啊？我跟我老公说，我老公然后他就给他妈了，问他妈了，这一问不当紧，一问然后他妈哇哇大哭，什么然后不要过了，说不过了。我知道我直接当面说他肯定不开心，所以让我老公说。你真有本事，你就真说呀。没有我。听到的意见，我肯定要向我父母亲要反馈一下。啊，你反馈什么呀？你傻呀？你真是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你也是。说了然后他还为什么吵啊？还有就比如说那个什么，每次然后洗碗啊什么的也洗不干净，洗锅然后人家都用洗洁精，直接然后用清水一遍然后就过了啊，也洗的不干净。每次然后烧水，我说有茶壶，用茶壶烧，偏不要，就用锅烧，用锅烧的水，那水然后就说一倒里面有黑渣。我把厨房每次然后一回去左擦右擦，他就说浪费水，说我然后你看做个事情咋这么磨叽？你就在家里不说他的，作为他先生，我说他了也没用啊。他说他反而说我跟我父母亲一条路子的人。哎呦我的天哪！比如说然后我给小孩子买的衣服，买的白色的或者是然后很好看的衣服，然后他给我洗的然后一塌糊涂。然后白色的变成原来黄色的，要么变成红色的。小孩子衣服对吧？要单独洗。他每次原来把小孩子衣服和大人的衣服放在一起洗，每次都是这样子。那你把他接到上海去行不行啊，大姐？我接可以啊，关键是我这个人一接，然后生意没法做了，没有收入来源了，我们压力也大呀。买车子、买房子也要交房贷，对吧？房租都要交的，也带着。闺女跟你们亲吗？还可以。不可能亲。老大一年就看老大有一点不太亲，老二还比较亲。反正你再这么放下去，也就不亲了嘛。我们把小孩子一接到身边，直接是没法做生意了。你要让他每天，对吧？辅导他你们做什么买卖？那么开的是超市啊，超市啊开的。把他辞了，让他回家带娃去啊，雇俩员工。
没有经济来源，没有收入了，你说怎么生活呀？那就没法生活了。反正你都是理呗，行吧？主要解决是以后你们夫妻俩不打了，对吧？因为他爸他妈吧，我跟我老公每次让来说，他就不开心，他就是总是向着他妈。行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这个实在是因为听不下去了，我不好那个，你们来吧。我也承认婆媳关系确实是一本非常难念的经，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婆媳其实是处理得非常好的。你刚才一直在强调你婆婆为难你，你有没有为难你的婆婆？你一直在强调婆婆不理解你，你理解婆婆多少？你刚才一直在强调婆婆不尊重你，我请问你又尊重婆婆多少？我们有很多的进城务工的夫妻，他们再苦再累再难，也把孩子带在身边。我认识好多位，他们比你们难得多得多，但他们知道孩子不能缺失父爱和母爱，他们也不想让农村的老父母这么辛苦，他们宁愿自己辛苦都带在身边。你们在上海开一个超市，难道不能把孩子带在身边吗？所以你们两个人的问题，包括婆媳问题，都是由此产生的嘛。如果说在这样的状况下，你们把孩子都接到上海，你们自己抚养，你多念念老人的好，多理解一点老人，尊重一点老人，那么这个婆媳关系也就烟消云散了。老人总不希望你们过不好吧？老人总不想和你吵吧？因为你有些做得太过分了。老人他也有人生阅历的，他也在平衡的，他也会委屈的，他真的委屈了。我今天真的为老人感到比窦娥还冤。谢谢博红兄，来，苏老师。我算数不好，我刚才粗略的大体算了一下，就是1年，包括这种各种什么学费、书本费哈，然后再加上什么生活费。太冷血了，那是你亲生的孩子吗？而且你一直在强调说我在上海买房子买车我不容易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买房子买车跟你公公婆婆有关系吗？你会请他来住吗？我的意思就是，甚至是我可以这样说，你现在你买房买车的，连你闺女都没份儿，因为你孩子是扔给公公婆婆的。所以我是觉得你真的就应了中国那句话，叫得了便宜还卖乖。就咱吧，有的时候赚了便宜就放在心里就得了。您别在满世界觉得自己是受了多大的委屈、多大的冤枉，而这个就是这先生惯的，就太没立场、太没原则了。谢谢苏老师，来，徐总。如果电话那头不是你的婆婆跟你要钱，是孩子说妈给我点钱吧，我不够了，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？婆婆没有跟你说孩子花多少钱，你给我多少服务费，不是啊，孩子需要钱。你都不知道在跟谁在刻薄呢，你在跟你的孩子。另外，你把孩子扔在了老家，自己在开着车，说对不起，我压力大，孩子你别过来。
2个角色你都没有做好啊，一个是儿媳妇，一个是母亲啊。你让孩子如果他懂事之后听到你这么说的话，他会怎么想他的母亲呢？2个老人不容易，但是这个男人啊，你如果始终是这个样子的话，儿子你做的不行，老公做的不行，老爸呢你做的也不行啊，你觉得你失败吗？我有时候也说他，有时候跟我父母亲啊，他不听我的。为什么？该听的我肯定会听。因为你在他的心目中你没有威信，你这件事做的你并没有端平。我想，换句话说，我告诉你，当你老婆跟你说你母亲不对的时候，她是想让你传过去吗？她是想激化自己跟婆婆的关系吗？你这会儿你就去转头你就去跟自己母亲去说去了，你有没有点判断力啊？第一，你应该是理解她的；第二，你应该理解你的母亲，所以你自己把它消化了，明白吗？这才是真正要做的事情。同时，她做的不对的事儿，你一定要给她指出，并且绝对不能这么去做。你不能一边听她的，这边得罪自己的母亲、父亲，凉了2头人的心，这你做人太失败了，明白不明白？要有自己原则，把孩子接过来，自己真真正正的抚养那6个月。说给你们2个人听呢，你们俩把他接到身边，真真切切的去抚养2个孩子6个月，你们看看花费了多少钱？好，你说在上海因为贵，那好了，你放到老家，你是不是占便宜了，对不对？如果那边不管的话，你是不是要花更多的钱？是不是？那你如果这么想的话，那边又帮你省钱了，又帮你省心了，你该说的是什么话呢？你应该说感激的话，感恩，懂吗？每个人都要感恩于别人的付出，明白吗？管住自己的嘴，多领人家的情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啊，来，涂老师。事情你能干，至少我能够帮我父母分担，或者说我带好自己的孩子，做好自己的事儿，这才是做父亲的该有的作为。你做得到吗？你要是做得到，今天就不会到这里来，就是因为你太没骨气了，知道吗？
所以我建议待会儿60秒的时候，你最好在这跟父母道个歉，给公公婆婆道个歉，说一声你辛苦了，然后再把自己2个孩子带回上海，你自个儿收拾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啊。听明白了吗？嘿嘿，没想到这个结果吧？啊，肯定没想到。但是老师们说的是不是还挺有道理的？行了，你们自己夫妻好好反思反思吧。老师们说这么多，我没什么好说的，因为没必要说了，理都透了嘛，在那儿了。确实有点，就在家庭生活当中，一个男性是这样的，确实有点要命，太弱了。好吧，剩下的时间，你们俩说点你们俩该说的话吧。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希望你通过老师的辩解，我们以后回家都善待他们老人。以后有的事情我也要改变一点，你也要改变一点，以后也不要这样，多关心关心他们老人，多关心关心自己的小孩，可以吧？好的，我听了几位老师的点评，我也有所感悟。我也知道他们年纪大人带小孩不容易，我也体谅他们辛苦，以后也不会跟他们斤斤计较了。以后就是说我们能自己带就尽量我们自己带小孩子吧，自己带的身边比较好一点。请亮灯啊！今天咱们这个选择不一样，我们换一个方式。如果你们打算下了这个节目之后，就把孩子接到身边，你们就出来，个人出个人的，谁愿意接到身边谁就出来，不愿意你们就可以不用出来了，好吗？谢谢你们，请回。啊，这也没什么好商量的嘛，夫妻个人表个态嘛，对不对？他们俩这大家也没什么期待要不要看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婚姻，啊。来，请关门吧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看这对夫妻会不会把孩子接回身边去。请开门，请开门。哎，这还差不多。哎，出来吧。因为他们的条件完全可以接了。是打算接回来啊？对，这个给你们鼓掌。下面就是在上海找学校的事儿，回去得赶紧跑一跑，怎么个插班，学一些什么，你们夫妻得跟他们商量商量，一起规划规划，把孩子接回来，一定要接回来。暑假寒假的时候，你们夫妻想轻松，把孩子送回老家去过个暑假寒假，因为一下接走了，我跟你说。你婆婆还会找你闹事儿的，知道为什么吗？爷爷奶奶对他们是真有感情，他们是舍不得的，对，所以要做好老人的工作，不是否定说人家带的不好，知道吗？是我们去接受相对好一些的教育资源，然后我们来带，减轻爸爸妈妈的负担。寒暑假的时候，我们让孩子回来陪爸爸妈妈过寒暑假，你们再看看，你再看看你婆婆问你要不要钱，你再看看你婆婆对你的态度，你倒回去看就不一样了。做事将心比心啊，记住了啊，行吧？希望你们的孩子跟你们早日团聚啊！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快接回来吧，好好的过啊！谢谢你们能来，好吗？少点抱怨，把孩子接回来，一家人快乐的生活，也许比以前累很多。但是收获一定很大，谢谢你们，请回吧。谢谢各位老师啊。